和宋野相恋3年，他在万千亲友的见证下向我求婚，承诺会永远把我宠成小孩。我笑着答应。婚后3年，他却不耐烦地扔下发烧的我去陪白月光。阿和还是个小姑娘，需要人照顾。你已经不是小孩了，能不能独立一点？后来，我终于学会了独立，离婚投入了他人的怀抱。他却发疯地擒住我的手，眼红道：“小孩什么时候回家？”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接到许和电话时，宋野从容的脸色发生巨变。阿和，你在哪儿？别做傻事。他的声音很稳，可他手抖得连车钥匙都拿不住。好，你就在那等着，我马上来。伴随着钥匙落地，我的心也瞬间跌落深渊。他立即弯腰想捡起钥匙，我拉住了他的手。宋野估摸此时才想起旁边还有一个我，因为我的动作，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应该是觉得我在阻止他吧。我很是无奈的笑笑，松开拉住他的手，先把我送到医院，你再去。我发高烧，烧了1天。他推掉宴席赶回来，就是为了带我去医院。结果许和一个电话就让他忘了我的事情。暖，阿和他心情不好，现在就孤零零坐在阳台上。我担心。宋野有些为难，可他面对门口的脚尖，还是在告诉我，许和需要他。而我呢，无非就是一个小小的发烧，又不是断手断脚，难道不能自己去医院吗？我没等他说完，直接打断：“去吧，我自己会开车去医院。”见我同意，宋野悄悄松了口气，似乎再也没了顾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直至消失，都没有回头过一次。终是伸手取下了手里的戒指。许和是宋野深藏在心底的白月光，得不到越想要。大学时为了追求他，花粉过敏的宋野熬夜做了1宿的超大花束。不善厨艺的他，为了许和能吃上早八热乎乎的早餐，早起2个小时，烫得满手泡。可最后许和还是抛弃了他，选择一个富二代。不管宋野如何挽留，她毅然决然地随着男友出国。当时的宋野陷入低迷很长一段时间，一度自轻自贱。我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在他低迷时出现救赎。相反，我遇见宋野的时候，他早已走出那段痛苦中。他成熟自信、稳重内敛，将我从刚毕业、愚蠢无知的大学生群体中解救，教我成长，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许和是1年前回的国，她被所谓的富二代男友骗婚，骗光她所有的积蓄，就出轨家暴她。许和一气之下把丈夫捅到重伤住院，而宋野是她的代理律师。在我得知许和这个人时，他一再跟我保证，现在的他只是一个需要解救的客户。真是如此吗？可宋野作为金牌律师，一个被骗光积蓄的许和，又如何付得起他那高额的代理费？胜诉后，许和被小三找人恶意报复，晕倒在家中。多亏及时赶到的宋野将他送去医院，紧接着他就查出有轻微抑郁症。我亲耳听到深夜躲在阳台上打电话的宋野说：“只要是你就值得。”今天是宋野律所的周年年会，他想叫我去见识一下他的风采，结果我的电话一直打不通，短信也没回，好不容易打通，却得知我已经烧了1天的消息，急匆匆赶回来，又急匆匆离开。只不过来的是因为我，去却不是。我发烧烧的手头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勉强支撑着开车去最近的医院。刚下车我就一阵眩晕，紧接着直接倒地，再也站不起来了。意识丧失前，
我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大衣的人朝我奔来。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手机里没有任何一条宋野的未接来电和短信。还在出神之际，有人推门进来。周芷，曾经宋野最要好的哥们，后来不知怎的，两人突然闹掰断了联系。他进来后直勾勾地看着我，还有哪里不舒服的？都烧成，还敢一个人开车？温暖，你可真是心大。我没有把宋野昨天的所作所为说出来，只沉默了一会，慢慢抬起头来。总的来说，多亏你及时发现，谢谢你，温暖。我们之间已经陌生成这般田地了吗？我假装睡觉没有回答。等周芷一走，我立即唤来护士，调快了输液器，光速输完液离开，跟公司领导请了假。我直接驱车到朋友的律师，见我到了，何欢引我坐下，直接递过来一份离婚协议，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何欢从业多年，我的事他也清楚。没有，谢了。对，没错，我要离婚。握不住的男人，不如扬了他。我到家的时候，宋野并不在，家里依旧呈现着我走之前的摆设，看来他是一夜未归。我掏出手机，不是给宋野打电话，而是联系货拉拉上门。这个家里其实属于我的东西，也就是几个大件。从上个月开始，我就已经在陆陆续续搬走我的东西。至于零碎的物件，最好的归所就是垃圾箱。一切安置妥当，我换上一条红色的长裙，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宋野是天色昏暗之后回来的，打开灯，见我穿着裙子坐着，他愣了一下：“怎么了吗？有啥好事让你都穿上裙子庆祝了？”我淡漠地转过头：“对呀，庆祝我今天搬新家。”什么意思？我眼神示意他看向桌上的一堆白纸。离婚协议，你签字吧。宋野猛地皱起眉，烦躁地扯了扯脖梗间的领带。温暖，能不能别闹了？我已经2天1夜没睡，没工夫陪你玩。我习惯性手指成拳，捏了捏，才让上涨的情绪平复下去。我没跟你闹，我们离婚。你看看，要是没啥问题，就签了吧。宋野伸手压在鼻梁上，语气有些不耐。温暖，你不就是气我昨天没陪你去医院吗？你不是小孩子了，拿着离婚这种事来引起我的注意，幼不幼稚？他一贯如此，觉得我还是那个刚毕业，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只能依附他的温暖。如此的话，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从最开始的难过自责，到生气恼怒，最后是现在的云淡风轻，习惯了，也不想再受了。我站起身，拿起离婚协议递到他面前，多说无益，签字吧。温暖，他低吼着，不要再使小孩性子，没了我你能去哪？我要真签了你，可别后悔。我坚决地把协议又推进几分，冷漠地看着他。宋野有着自己的骄傲，做不出会拉低他高傲头颅的事。他粗鲁地夺过离婚协议，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随后丢还给我。滚！我和宋野是在一场招聘会上认识的，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每天奔波在各大招聘会上，迫切地需要一份温饱的工作，却四处碰壁。在失落之际，撞上去招聘会巡查的宋野。他看到我那红扑扑、泪珠打转的眼眶，递上纸巾。年轻人，这个社会机遇很多，不懂欣赏你是他们没眼光。我接过纸巾，看着他的背影，轻轻说了声谢谢。3个月后，我成功进入他所在的公司。在见到他的时候，我被公司同事压榨，悄悄躲在茶水间哭。他站在门口，怎么每次遇见你，你都是这副模样？又哪受委屈了？我回头，当时的宋野逆光而战，棱角分明。从那天起，他作为部门经理，亲自带我
教我人情世故，指正我的不足。有宋野在，我不用担心会做错。他每次都会轻笑地看着我，不错，很棒哦，继续加油。我非常依赖他，他温柔耐心，就算很忙，也总会抽时间用在我身上。他用了1年时间带我，我就用1年追他。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他辞职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律所。1年后，我们领证结婚。从相识结婚，如今已经6年。我们甚至都没等到所谓7年之痒，就已经走到曲终人散。好在我也没啥留恋的。前几年我唯一的亲人已经离世，在这座城市我无依无靠。如今离婚了，也没人可以分享。哦，不对，我还有合欢。刚这么想，他电话就打进来。怎么样？他签了没？没签也没事。虽然我没他名气大，但是真上诉我不会让你输的。听到他的声音，我轻笑，签了，你可以准备给我庆祝一下了。芜湖，没问题，庆祝你终于摆脱老男人的控制。合欢这话没毛病。宋野大我5岁，或许是这个的差距，亦或许是他长期掌控着我的缘故。他总是拿我当小孩，心情好的时候就随意迎合2句，赏颗糖吃；心情不好，就像呵斥小孩那般。可他总用在我身上的一句话却是：你已经不再是小孩了。等我到民政局的时候，宋野已经在了，身边还站着一脸病态的许和。见我走过来，他一脸担忧地看着我。听阿野说你们要离婚。暖暖，我想你可能误会我们什么了。我和阿野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是我自己顾不过来，才会时不时帮衬我一些。如果真是因为我让你们不愉快了，我会懊悔死的。说着还慢慢上前，伸出手想要来拉我。这位姐的功力，我已经不是第1次领教了，真是好笑。嘴上一副哄小孩示弱的语气，脸上眼中却充满着挑衅得意。我轻轻勾起嘴角，哦，那你去死吧。什么？去死呀？你不是说要懊悔死吗？许和一僵，意外我没按套路出牌。不过他反应很快，连忙转身去拉旁边的宋野。阿爷，你快去轰轰暖暖，别让他继续生气了。宋野顶着那张死鱼脸，依旧是那句能被预料到的话，他又不是小孩，还需要人哄吗？果然，阿野是我的错。要是我没回国，你们根本不会变成这样。有这姐的觉悟真高。阿和，你别这么说，都是他。我不想再看这2人上演什么深情戏码。停停停！我今天不是来看你们演痴男怨女的，咱们赶紧去办手续行不行？还有许小姐，我跟你没有熟悉到什么地步，别叫得这么亲密。宋野脸色瞬间阴沉下去，低斥道：温暖，你的教养都被吃到肚子了。突然一股子没来由的烦躁油然而生。宋野，我们已经协议离婚了，你没资格再来对我说教。说完，我直接抬脚进了民政局，无药可救。他还是那样，一副掌舵者的姿态。整个流程下来，直到工作人员盖上钢印，我没再说一句话。接过离婚证，我转身要走，宋野在背后说：你的东西赶紧给我收走，别影响到阿和搬进来。我没回头，平静地回应：你没发现吗？那个屋子里早就没我任何东西了。宋野没能发现，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结婚的第2年，他就基本不怎么到主卧睡觉了。他给出的理由是：我每天早出晚归，怕影响你休息，我也需要一些个人的工作空间。当时的我还是很依赖信任他的，我没说什么，甚至还热忱地打通一间房间和书房连接，方便他办公后休息。从那天起，尽管他还是会来主卧和我发生关系，但事后就会干脆地离开。很多次我想挽留他陪我，
他只会摆出一副教育小孩的模样。暖暖，我很忙，别无理取闹。再到后来，甚至在家里都见不到他几次。他说他忙，律所事情多。有次我专门烹了鸡汤送去给他补补身子，刚走到他办公室门口，就听到他合伙人问：这段时间都天天泡在律师，你老婆不会生气吗？还是多回家陪陪老婆？律所的事情不急于一时。我听到宋野的声音，不想回去陪小孩，反没了这一纸的束缚。许和直接腕上了宋野的胳膊：阿野，那今晚我们去吃一家新开的潮汕菜吧。我瞥了一眼，转身离开，开车发动回家。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心中的那块大石被猝然揭掉。我放纵地将自己抛进被窝里，享受片刻的舒懒。不知道过了多久，被手机铃声吵醒。宋野，我没有理会，直接挂断拉黑。想想也不会是什么好事，没必要来影响我的心情。以我对宋野的了解，我这么一遭，估计就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了。可事实说明，我还是不太了解他。彼时我正在跟何欢约饭，到了店里，竟然看到一个人独自出来吃饭的周芷。要说我和周芷，其实也没啥特别的事。宋野给我引荐，认识了周芷。不同于宋野的温柔假面，他看起来高冷淡漠，实际是个嘴贫毒舌的人，还贼能接梗。无论我说什么冷爆的梗，他就能给我圆回来。久而久之，我和他的关系自然而然地熟络起来。恰好当时的我正在疯狂追求宋野，想让他给支招。结果他一听说我的来意，就冷下了脸。无论我好说歹说，他都没松口，甚至一直明里暗里说我和宋野不合适。深陷温柔谜团里的我怎么能听得进去呢？反而还因此疏远了距离。自我和宋野结婚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听宋野说，他出国了。如今的周芷，经过时间的洗礼，愈发稳重成熟。猝然遇见我，有些拘束，他却十分自然大方地跟我打招呼，一股子熟悉的气息瞬间回笼。我向他表达了对于上次的感谢，他温和地笑着询问我的身体恢复得如何。我们如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聊天聊地，甚至我都没察觉到何欢是什么时候不见人影的。聊到我的工作，他听到我已经当上公司区域负责人的时候，很是惊讶。他笑着说，没想到当年那个只会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跑的小姑娘都这么厉害了，真棒，让我刮目相看。为了和宋野并肩，不再需要他给我收拾烂摊子，不管再苦再难，我都咬着牙往肚子里咽。我卯足劲往上爬，而在宋野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无用只会哭鼻子的小姑娘。甚至从我第一次升职开始，他的反应一直是：我走后，公司已经无可用之人，沦落到要提拔你了吗？你确定你不会把团队带废了吗？从周芷的眼神中能看出，他是真的为我开心，给予我很大的肯定。而就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电话，刚接通。温暖，你胆子真大，敢拉黑我。我沉默了几秒，有什么事吗？就是想告诉你，家里还有一些你的包包、首饰、口红，赶紧来解决掉，那都是你出钱买的，就当我送给你阿和的欢迎入住礼吧。宋野的声音突然有些烦躁。温暖，我跟阿和没什么关系，你怎么总这么阴阳怪气？隔着屏幕，我直直翻了一个大白眼。周芷很有分寸地起身要去结账，起身的时候却不小心碰倒了碗里剩下的残羹，一小碗汤汁瞬间染上我和他的衣角。他急忙抽了纸巾来帮我擦拭。抱歉抱歉。电话里的宋野沉默了一会，语气冷了下来。你跟谁在一起？
此刻的我已经有些烦躁。你管得着吗？宋野，我们已经离婚了。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周芷结完账，在不远处站定，见我打完了，上前几步递来湿纸巾。我摇摇头，我没沾到多少，主要是你的衣服。他不在意的随手拍了拍，没事，小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你和宋野真的离婚了？我看向他轻笑，咋了？就这么不相信我能做出这个决定吗？周芷看了我许久，随后他极为认真地说：我相信。我以为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却不想宋野却发疯了。一个堂堂金牌律师竟然换着电话来轰炸我，甚至找到了我新搬的小区门口。我刚从周芷的车上下来，只见一道黑影速度极快地打上周芷，没设防的周芷硬生生吃下这拳。周芷，你懂不懂什么叫朋友之妻不可欺？我冲过去推开宋野，你要干嘛？发什么神经？宋野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是我老婆，和我兄弟勾搭在一起，你问我干什么？周芷上前，宋野，你嘴巴放干净点，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我面无表情，周芷，你先走吧，我和他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他沉默了一会，对我说：好。对于他莫名其妙挨了一拳，我是感到抱歉的，可眼前我暂时顾不上什么，身心疲倦地开口：谢谢。看着他驱车离开，我回头看着宋野，你到底要干什么？不是说好聚好散吗？婚已经离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我呢？你一贯的高傲自持呢？做人别让我看不起你。宋野手指轻轻捏紧，好聚好散，刚离婚就迫不及待和我兄弟搞在一起，很难不让我觉得你是因为他才要和我离婚。温暖，我是怎么教你的，让你变成如今这副脏样子？我心累地看着宋野，你自己心里脏，就看什么都是脏的。在你为了许和一次次将我丢下，多次夜不归宿，婚内出轨，还理所应当贬低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脏？大庭广众之下和他卿卿我我，差点打野战，你怎么不说自己脏？宋野，对于婚姻，对于你我问心无愧，我是很依赖你，但那是曾经。在你一次次做出令我作呕的事情，还默认你的情人挑衅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就不再需要你了。尽管我说了这么多，宋野的表情也只是在听到他和许和事情的时候变了一下脸色，依旧是记忆中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行吧，这次就算是我的错，是我没理清和顾客的关系，只是他的情况确实紧急，你也理解一下。不过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以后会摆正好态度，和许和只是主顾。这番发言真的很宋野，他就是笃定我非他不可。我不能理解，他情况紧急，到我这就是小打小闹，不值得一提。既然我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做，还要你干嘛？自从许和回国，只要一个电话过来，无论宋野在干什么，都会第一时间赶到。记得有天夜里，我听到他在书房和许和打电话时说过，曾经我没能力保护好你，让你吃尽苦头，现在不会了，他是不再受苦了，让我受着是吧？小偷闯空门的时候，我很害怕，打电话给他，他却说，那你打电话报警给我说有什么用？我是能飞过来救你吗？当时的他正在陪许和逛街，夜里我突发肠胃炎，他说，我这很忙，你直接打给120吧，别什么都依赖我，你不是个小孩子。等我第二天在医院醒来，看到昨晚许和的朋友圈，不出意外的，宋野也在。这辈子我做过最大胆的事，就是厚着脸皮追宋野。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温暖了我，成长的路上没少帮我，让我一度以为自己离不开他，只要见不到他，我就没精气神，肉眼可见的颓废。
那个时候的我确实很恋爱脑，我丢掉女生的矜持，热脸贴冷屁了1年，异常粘人，敏感爱猜忌，善妒。宋也很不喜欢，所以他亲手将我打回原地，再一点一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造我。一度他是要即将成功的，可他忘记了，我不是个物件，是人，是个有血有肉、有自己思想的人。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话毕，我直接转身上楼，独留宋野一人站在原地。宋野自那天起就没再露面，等我潇潇洒洒借着出差晚了2个城市回来，总公司的执行负责人却突然找上我。当时我一进公司就感觉气氛很怪异，路过的人不再和往日一样热情地和我说话，坐在工位上的下属一见我来，急忙低着头不愿和我对视。我还在奇怪时，瞥见办公室里坐着的人，心中似乎有了答案。来人一脸严肃，直勾勾地看着我走过来，心中突然燃起一丝不好的预感。刚坐定，对面的人就把手头上一叠资料丢给我。有人举报你在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进行不当交易，所以才能在短短3年间上升的飞速。外出办公期间也借机和顾客发生不当关系，才能拿到资源，以及出卖公司内部信息。我一愣，王总这一听就是假的，你也是看着我一路走过来，不会不清楚吧？资料里的照片和文字，我从来都未做过。王总眉头微皱，我是知道，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在公司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单凭我一个人也无力回天。不过公司也是相信你的，不然也不会让我专门过来。顿时有什么从我心底划过，一股子凉意在蔓延。我突然轻笑一声，所以呢？公司准备怎么处理？停职调查？从公司出来坐进驾驶座，我一直在想会是谁。我想过公司所有人，甚至怀疑到许和头上，都没想过会是宋野。宋野对于工作极其认真严苛，他从不允许容忍有不正当的一系列行为出现。可事实证明，我还是不够了解诡辩的男人。因为我刚刚到家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许和。他一改往日装出柔弱大度，得意洋洋地炫耀，听说你工作也凉了呀，真可怜。原本丢了老公就已经很让人心疼的，我面无表情。是你？许和放心一笑，对，是我。不过不只是我，不然光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又怎么能知道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呢？是了，最清楚这些内部构架的只有他，公司曾经的副总，我的前任丈夫宋野。我还是给宋野打了个电话，一接通，他开口：只要你回来，我立马给王总打电话。你的职位还是你的。停顿了几秒，继续：其实我也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能做到如今这个位置，还是蛮让我惊讶的。我冷笑：宋野，你不会真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下去了吧？他理所当然，不然呢？现如今我离开公司多年，照样能让你停职。这么多年你在公司，不会真以为是你的努力吧？大家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会给你资源和好脸吗？我沉默，见效果差不多了，他的语气软下来：只要你回来，我们复婚，一切照旧，公司的那个位置依旧是你的。我这也是给你上一课。我说：宋野，你真恶心，直接掐断了电话。他的话对我毫无伤害性，我这几年怎么过来的，自己最清楚。他的面子，他或许忘记了，离职之前，他专门跟我说不会给我任何人力物力支持。我不是小孩子，想要的东西自己去拿。这话我听进去了，现在也一直记得，想要的我会去拿，
不要的东西，就算金贵，在我眼里也一文不值。我登录电脑，点开一个联系人，编辑了几条信息过去。周芷给我打电话，是我没想到的，他直接开门见山，分公司的负责人突然要离职，你感不感兴趣过来帮帮忙？我反问，你觉得以我的能力可以胜任吗？我的事你不会不知道。周芷低笑，当然，你的大名在我们公司可是如雷贯耳，大家巴不得你来呢。至于你的事，我并不相信那些说辞，你的实力有目共睹。既然他们不珍惜，就别怪我们高价挖漏。很惊讶，也很感动，感动他的信任，也恰恰说明这几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你可别忘了，1年前你代表你们公司招投标，方案完美的轻松碾压一片，我们公司企划直接封你为偶像。我也笑出了声，我很贵的啊，那我多努力努力，应该还是能请得起你。好，通话的最后，周芷极其严肃地说，温暖，你很棒也很强，离了宋野的你只会更加耀眼璀璨。和周芷沟通得很愉快，第2天我就受邀去他们公司参观，体验到的氛围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当晚我提交了离职材料后，紧接着收到王总的电话，小暖，怎么突然要辞职了？你的事我们这边也查清楚，全属构陷，我们也通告全公司上下为你证明，你看嘛，是不是该回来上班了？我淡淡一笑，不用了，王总，我去意已决。如果我没提出离职，这事又要被拖多久才能解决呢？这些年在公司经历的够多了，我想贵公司也不想我在临走还要闹个大笑话。事情进展很顺利，宋野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我入职新公司的第3天，他的模样有些颓废。听说你换了新公司？我轻轻勾起嘴角，这不还多亏了你，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快离开那个让我内耗的地方。一语双义，他应该懂。宋野静静地看着我，真得没可能了吗？不然呢？为什么？我皱了皱眉，我想之前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吧，一直纠缠真没意思。他的表情有些呆滞，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真讽刺。这不多亏了你吗？我的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我跟着亲戚吃百家饭长大，在我成长的路程中，没人来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3观，什么是礼义廉耻。一切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慢慢摸索出来的。宋野刚刚带我的时候，他一脸不耐地说，你怎么这些常识的东西都不懂？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刚开始的我一度因为这些话久久不能抬头。宋野不是个好丈夫，但是也因为他才能有现在的我。如果他安分守己，互不干扰，我可以做到和他陌路不再联系。可宋野脸色白得难看，他嘴唇微微颤抖。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知道我很多所作所为伤害到了你。对于许和这件事上，确实是我没有处理妥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你离开。许和去公司举报你，我事先是不知情的。我起初没有想这么做，之后也是希望你能回来，我不能没有你。真好笑，这句话我足足等了6年。在我最不需要的时候，偏偏却轻而易举得到了。宋野回不去了，他曾将我的自尊深深踩在脚肚，是我一步一步爬起来，修修补补，成为现在的自己。我不接任何陌生电话，宋野打不通电话就发短信，跑来我家楼下堵我。温暖，我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不去联系许和，不再做任何你不喜欢的事情，只要你回来。发现行不通，他就跑去我公司楼下，拿着喇叭，还雇人拉了横幅。楼下我静静看着他的小丑行为，
周芷走到我身旁，给我递来一杯美式。需要我帮你解决吗？我嘴角一勾，不用。一辆警车在不远处停下，将宋野一干人全部带走。看着这一幕，我慢慢悠悠地拿出手机。为你好，我举报宋野担任律师期间，私自收取委托人大量钱款，伪造证据，致使案件胜诉。这还多亏了他联合我前公司让我停职后跟我打的电话，才让我想到他既然会做这种事情，想必他自己的工作上也不清白。找人一查，果然不干净。开庭那天我去了，最先见到的是许和，他眼中的极度愤怒掩盖不住。凭什么你都走了，还要来祸害我们？你就这么见不得我们过上好日子是吧？你心怎么这么歹毒？他的样子滑稽得如小丑。我轻笑，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不过我还是很庆幸有你的出现，知道为什么吗？我自顾自地回答，因为是你的出现拯救了我，让我走出深渊。因为他的出现，让我突然发现，原来宋野也是个普通人，甚至有些恶心。我还见到了宛如老上10岁的宋野，他被铐在中间，低着头听法官的宣判。或许感应到什么，他突然回头，与观众台上的我对视，我的笑脸和他的苍老颓废形成鲜明对比。恭喜他喜提缝纫机。我生日那天是在国外分公司，那晚的工作进行到很晚才结束。等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办公区一片黑暗。抹黑走过去准备开灯，突然强光一闪，公司的人从各个角落钻出来，祝温总18岁生日快乐。周芷推着一个5层的生日蛋糕最后出场，他清冷的面容上多些真心的笑意，在烛火的映衬下帅气逼人。他来到我身旁站定，大家最近一直在苦恼你的生日该怎么过，我寻思干脆大家直接一起给你个惊喜，怎么样？感动吧？我轻笑，接过周芷递来的礼物盒，一鼓作气吹灭蜡烛。初秋的夜晚，微风徐徐，我和周芷站在落地窗前，将整座城市一览无余。真正的生活这才开始。成长中坚强的小女孩，生日快乐，你最棒。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